顾爸母吃百里。大家好，我是台大医院老年学部的詹鼎正医师。其实在第一章节的时候有跟大家讲过一件事情，就是说老年人呢很重要是维持叫做身体状态的恒定，因为呢他们对抗外来的生理预备量是减少的，所以呢不管是天气冷或天气热，或者是任何剧烈的改变，有时候对老人家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那所以呢这个年轻人可能吹冷风没什么事，可是老人家吹冷风他可能就比较容易去感冒。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直说老人家穿衣服要有一个洋葱式的穿法嘛，如果说今天外面比较冷，就赶快多加一层一层的加上去。那有时候忽然外面很冷可是里面又很热，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把它脱掉。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说温度有失衡的状态。那甚至呢到了房间里面，冬天嘛不要等到说房间的温度已经到了18度才开始关暖气我们希望说可能一直保持在20、23度，这样是非常适宜的温度会对老人家是比较好一点点。那刚才讲的是那个很冷的时候，可是很热的时候也是有类似的状况我们就有看过老人家来找我们，他说詹医师我都睡不着。我说阿嬷你怎么都睡不着呢？他说我晚上都一直流汗然后很热睡不着，你可不可以开安眠药给我？我说阿嬷比较重要应该是开冷气不是开安眠药因为有时候阿公阿嬷就会觉得说那个电费很贵要节省可是我们一直强调说，其实这个老人家有时候对很热的环境也是不是很适应的所以应该还是要让这个环境的温度夏天可能也是25、6度啦不要超过28等等它才会比较适应才不会说热到都睡不着。那甚至我们之前去居家访问的时候那时候是下午嘛，那阿嬷就说那个阿孙还没有回来所以我们就不能开冷气这样子一定要等到阿孙回来那这些我们都只能说阿嬷很爱孙可是阿嬷要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这样会比较好。其实因为台湾大部分是比较热的环境那所以没有一个习惯是装冷暖气所以其实有时候冬天很冷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办那目前其实有蛮多地方可能是买一些类似像冬天的时候可以放出来的电暖气，所以如果说真的家里比较冷的时候你就可以稍微放一下电暖气。那甚至有时候家里也有一些电毯之类的不过当然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重点是安全好不好我们也听过说有些人这个电毯或暖气等等就发生了火灾所以这些部分还是要小心。那当然是说未来如果重新装潢的时候不是只有单纯买冷气可能是有冷暖气等等它就比较好整个房间做一个温度的调节。那除了刚才说的保暖之外其实老人家还有一个问题大家可能没有很注意，其实是不太喜欢喝水这件事情为什么？也是因为这个老人家比较没有那个口渴的中枢，这就比较麻烦。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不会渴嘛不会渴的时候你就要某种程度强迫自己喝一下水。那怎么样强迫呢？大致上是这样子的，就是每天老人家可能都有一个喜欢用的那个茶杯那这个茶杯我们可能规定自己说好那我就是一天要喝2杯或3杯那就要跟自己讲说半天可能就要喝1杯之类的那这样才比较不会缺水那缺水的结果会什么其实有时候这个老人家说起来就会头昏或者甚至觉得皮肤的皱褶越来越多啦那甚至有时候很严重的什么钠离子缺少啦等等还是需要住院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老人家要补充足够的水分。